大家好，我是 Liz。现在我人在香港中环，要上楼去吃我这次很期待的一间意大利餐厅 Estro。Estro 的主厨 Antimo 先前是澳门 A 人和蹦巴拿的主厨，而他在澳门拥有很好的评价之后呢，回到香港就开了这一家 Estro 餐厅。目前在香港的饮食界很受好评。那菜色如何呢？让我们去瞧瞧吧。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Estro 啊，先前就在我的餐厅口袋名单上了。这次很期待造访它。那一走进餐厅啊，就觉得哇塞，也太漂亮了吧，品味也太好了吧，像一个艺术空间，但是也像一个打造的很美很美的客厅。没错 ，Estro 的概念呢，其实是主厨 Antimo 希望欢迎客人到他家来吃饭的感觉。而这么美的设计呢，出自大名鼎鼎的亚洲顶级设计师 Andre Fu。Antimo, this place is so nice, so beautiful. Thank you. 那看见这么漂亮的空间，你也可以感受到 Antimo 主厨的企图心。他想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意大利菜好像都是很舒心、很家常哦。一般人认为那种比较简单率性的菜色，在这边他想要做的是现代拿坡里菜。而这是什么意思呢？先介绍一下 Antimo 主厨的背景。他来自于意大利拿坡里，而他先前是 Otto e Mezzo Bombarna 澳门店的主厨。那大家知道 Bombarna 是第一个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摘下米其林3星的意大利厨师，而他的澳门分店 Otto e Mezzo Bombarna 呢也非常有名。Antimo 主厨就是那一间餐厅的首任主厨，在2015年开幕，而且在开幕几个月后就摘下了米其林1星，非常厉害。那现在 Estro 是 Antimo 主厨的首间个人餐厅哦，也是他希望能够代表他打造的一个全新的所在。那他在这边想做的现代拿坡里菜，意思是家乡的饮食文化并不能限制他的创意，他会使用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食材，意大利传统上南部不会使用的那一些蔬菜、海鲜啊、水果啊、鱼肉等等的哦。但是他会把它转化成新的姿态，可能还是有意大利南部的风味，还是会用一些当地的传统烹调方式，但是融合他个人的风格，然后打造出精致的现代的意大利料理。首先，我们看到几道开胃小点，建议你们从白色的盘子吃有意大利的 watermelon， 上面有 amarfi lemon mayo 跟 lemon gel。那这个就是一口水润、清脆、酸甜，马上开胃的感觉。左边的话是 semolina pillow with roasted bell pepper and bell pepper puree。右边这个话是用purple potato 做成的一个 twirl。里面的话有 eggplant puree 跟parmigiano。那还有一个像枕头的东西呢，是用杜兰小麦粉做成的这个薄脆的饼。那里面中空它是填入了烤过的红椒泥跟这个烤过的红椒。那还有一个卷筒状的东西呢，是用紫马铃薯做的一个卷饼。那里面填入的是茄子泥，还有帕玛森起司。上面的话是一个 tomato sauce， 然后我们 finish with a cold drink on the side 是用tomato, green melon and cucumber。谢谢。这个是吃的顺序是什么？从这个开始吃，然后左边到右边，然后最后再喝这个。OK， 好。那最后要喝一杯这个饮料哦，它是澄清番茄水，里面还混入了绿色的香瓜，还有小黄瓜汁哦，是一杯开胃的饮料。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是用了一些传统意大利的风味，包括红椒啊、茄子啊，然后杜兰小麦啊、阿马菲柠檬等等的，但是呈现呢又是现代摩登的风貌。那紧接着就上面包啦。那这一个环节呢，其实是餐厅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哦。它推来了一个橄榄油推车。其中一个餐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的 olive oil foil。第一个的话叫 Impulso， 是西西里岛来的。这个的话是最淡，但是其实最有特能，就是很多种香味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的Muraglia 是 Puglia 来的，就是最南边，但是靠近海边的位置。然后这个的话是最浓郁然后有一点 peppery 的感觉。上面
呢有几支不同的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那有西西里岛的，它的这个 body 是比较轻盈，但是有很多的香味，或者是来自 Umbria 是稍微中等厚度的橄榄油。那还有来自 Basilicata 有很多果香，最后一点点苦味，跟来自最南边的 Puglia 它的橄榄油风味也是最浓郁，然后有一点点胡椒的感觉哦。那最后我选的是 Puglia， 因为我几年前曾经在那边旅行过，然后也很想念那边的食物。那就要搭配一个面包篮啦，那里面有这个酸面包，然后也有罗勒巧巴达，还有一个像纸片一样的这个叫做音乐纸哦，这个上面有海盐跟茴香的花粉。那还有一个特别的是塔拉里，这个像纽结一样的脆饼，这个是拿坡里经典的点心。然后我一看到就觉得很怀念，因为这个是我几年前在意大利南部旅行的时候有吃到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心。通常在当地会用猪油还有黑胡椒，所以很香。然后我还有特别买回来当做伴手礼，这是在 Estro 再吃到，真的很怀念。那第一道正式的菜色呢是这一道乌贼哦，它的名字呢叫做 Homage to Salina。Salina 其实是一个地名，萨利纳岛，它是西西里的第2大岛。那主厨以前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而他虽然是拿坡里人，可是他很爱西西里，所以这一道菜是向西西里岛致敬。第一道菜我都蛮喜欢的，我用了酸豆，还有用杏仁，然后里面还有鱼子酱。那它一口吃下去就是有鲜鲜咸咸的味道，然后下面用杏仁跟酸豆去打成的酱汁，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个奶味完全能够去补足，跟去和鱼子酱的鲜咸做对比，而且这是一道非常适合配面包吃的菜，很好吃。好，那再来这一款呢，我们是来自日本北海道的一款 mussels。那我们做法呢，我们首先会蒸它大概1分钟。那等它开口以后呢，我们主要会放一点的这个 tiger prawn 啊，放一点面包啊，一点的咖喱，还有 pasta。然后呢，我们会用绳子把它这绑住，再拿回去重新蒸 around 7 to 8 minutes。哦哇哦，这个呢是我们厨师 grandma 的一个 recipe。最后他会用这个巴西里油，然后上面还有腌制的猪背脂来做装饰，而酱汁呢是黄色的番茄酱汁，那里面还融入了蒸出来的蛋菜汁，非常鲜美。那传统上它是把蛋菜塞入了猪肉、鸡蛋、面包等的香料，然后在番茄酱汁里面长时间的炖煮它。那安提莫主厨就换一个做法，首先不要长时间去炖煮嘛，因为蛋菜它就会变老缩小，没有那么 juicy。而他的做法是用很精准的蒸的方式去控制这个 mussel 蛋菜的熟度。接下来有3道面食，这是第1道很清爽的一道面。它的面体呢是新鲜面条，可是没有加鸡蛋，然后很有嚼劲，是在这个节瓜水里面煮熟的。然后你吃的时候呢，可以闻到柠檬的香气，我觉得应该有用柠檬，然后还有一种酸酸的东西。这个酸酸咸咸的滋味啊，其实是来自海马齿这种长在海边的植物哦。那我觉得这个酸味跟鲜味还有咸味，就把整道面提点得很好，然后也是一道很清新开胃的面食，作为第1道面很适合。下一道面呢是一道绞虾宽扁面哦，这个宽扁面是叫做 fettuccine， 那它是用海鲜汤来煮的，搭配来自挪威的绞虾，还有点辣椒粉。而这个面条呢，它用的是一个名牌哦，精品面条，那叫做 Pastificio de Campi。这是一道职权对决的面，就是说它吸满了海鲜高汤的鲜味。然后有很浑厚的甲壳类的风味在里面，跟煎的刚刚好的挪威绞虾一起吃，很过瘾。那还有一点辣椒粉去提一点点刺刺辣辣的感觉。那这道面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海鲜鲜甜的风味跟这个面条的嚼劲。那
第3道面呢很可爱哦，它叫做纽扣面饺 （Botoni）。那这个面饺呢，它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吃的 ravioli 哦，那种比较扁的薄的意大利面饺。而这个馅料的口味呢很有意思哦，它是去致敬一位意大利名厨Marchesi， 他是第一个在意大利摘下米其林3星的厨师的一道名菜。那其实 Antimo 主厨曾经念过他开的厨艺学校叫做 Elma 哦，所以这道菜也有点特别向祖师爷致敬的意味。那这个他怎么样把意大利米兰式炖饭做成面饺呢？首先，它是在这个纽扣面饺里面填入了一种意大利的软质起司，叫做Robiola cheese。那它是用水牛奶 Buffalo 做成的。然后呢，它用番红花的高汤来煮这个面饺，而下面的酱汁呢，其实是炖饭跟帕玛森起司还有番红花来打成的一个酱汁，然后最后再淋上烤鸡汁，真的很好吃。我喜欢它旁边配的这个鸡汁，里面爆酱。还有一点浮夸的地方是，上面还有漂亮的金箔24K 金，而且还蛮大方的，给了好大一片哦。在面饺之后呢，这道鱼是1道石斑，然后配上了一个意大利经典面食做成的酱汁，是烟花女意大利面的酱汁。它把烟花女意大利面的经典元素，包括有提鱼、橄榄、酸豆，再加上了番茄，做出了这个有强烈的腌制的鲜咸风味的酱汁。旁边还配上了橄榄碎哦，来把这个鱼装点得很鲜活。那它是先蒸过，然后再去炙烧它的表面，让皮有一点焦香哦。那这个鱼呢，旁边搭配了一个这个菠菜的蹦蹦。那菠菜底下呢，其实是包了西西里炖菜哦，不同种类的蔬菜啊，胡萝卜啊。一些根茎蔬菜啊，是叫做 caponata 这样子的料理哦。那切成小丁小丁的蔬菜被包在这个菠菜里面。不过这道鱼，我个人觉得反而是当天比较暗淡的一道哦。首先我觉得蒸鱼本来就是必须要精准去拿捏它的熟度啦。那鱼皮如果说你不是把它弄到特别酥脆的话，然后再加上这个鱼本身比较清瘦的话，我觉得很容易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干柴。那不过我是很喜欢这道鱼的配菜还有它的酱汁的，只不过说吃到这边其实也真的有点饱了。那主菜是羊肉，来自意大利的羔羊，那是有羊排跟羊里脊的部分，然后搭配的是茄子3重奏，有烤茄子，然后也有茄子与鼠尾草的泥，跟这个香料茄子的这个一个拌炒的一个馅料哦，那再搭配上橄榄油跟羊肉汁。那这个羊肉本身呢是很细嫩的，然后因为是羔羊嘛，所以羊的味道也不会膻不会腥，然后油脂还蛮多的哦，然后跟这个茄子的风味我觉得算是蛮意大利传统的，那搭配在一起是中规中矩。那接下来是一道葡萄的甜点哦，很漂亮，那个紫色的葡萄藤哦，很可爱。那它也是一道几乎全部都是用葡萄做成的甜点，包括是它的蛋糕主体其实是蒸的玛莎拉酒蛋糕。那玛莎拉酒它其实是西西里岛名产，是一种加烈葡萄酒哦，所以它把它加进去这个蛋糕里面，然后你也觉得会有点像是扎巴庸的那种感觉，然后再配上了这个马鞭草的蛋奶酱，然后还有葡萄的酱汁跟果冻，然后还有葡萄的冰沙哦，还有这个来自意大利的紫葡萄跟白葡萄的切片，排列的像花瓣一样，非常漂亮哦，是视觉跟味觉都很享受的一道甜点。最后呢，我们会是一个 heady four， 我们首先是一个 homemade 的 pistachio gelato， 中间呢我们是一个无花果的一个棒子。那最后的 petit four 小点心呢，先上了一道冰淇淋，我觉得这非常棒。对，来意大利餐厅就是要吃冰淇淋。自家制开心果冰淇淋超好吃。超级丝滑柔顺，有非常浓郁的开心果
坚果的味道，油脂，下面还有开心果碎，再增加开心果咀嚼的时候爆开来的香气。那另外还有2个小点心是无花果泡芙跟提拉米苏球。提拉米苏。那这个提拉米苏球它是冰的哦，外面应该是白巧克力的脆壳，然后在嘴巴里面咬开的时候，就是爆出来提拉米苏的风味哦，就包括有莱姆酒，然后有咖啡粉，然后还有这个蛋奶馅的风味哦，非常巧妙的一个小点心。那晚餐快结束的时候，也有跟安提摩主厨小聊一下，他说这间餐厅真的是要代表他，然后他要做出他心目中的拿坡里菜，还有他过去这几年的人生哦。那我也觉得这间菜吃得到他，然后他还人很好的带我们去参观餐厅，包括进去厨房跟团队打招呼，还有进去他的一间包厢。他说这个就像魏斯安德森的电影一样那样子的风格哦，还进去了一个私人的音响室，在这里呢门关上去，你是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外面也听不到里面在放音乐，而在这里呢，它有点像是私人招待所的概念哦。你也可以点料理进去吃的，就是还蛮酷的一个场所。那 Astro 目前是有入选米其林，只是还没有摘星。那我觉得 Astro 开幕的时间其实也比较不巧啦，就是在去年下半年开幕，然后也遇到香港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营运的情况不是很稳定，一直到最近2-3个月，香港的生活比较恢复到正常，然后也开始放宽旅游限制。那我想 Astro 接下来营运应该会更稳定，而且更加有企图心。那我是非常看好 Astro 的，因为阿提摩主厨他是有实力的，然后这是一间概念很完整的餐厅。我认为他未来不仅会摘星哦，应该也有机会会打入亚洲50最佳餐厅。那就让我们继续期待它的发展喽。那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今天介绍的 Astro 餐厅。香港的餐厅开箱呢，还会陆续释出，应该已经快到尾声了啦。不过接下来我有另外的旅程，也请大家期待咯。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分享、按赞，并且要订阅、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